英伟达的业绩暴涨 73%， 数据中心收入创了历史新高，但股价从去年10月的高点算起，跌掉了将近 20%， 整整半年几乎没有涨幅。这不是一家在走下坡路的公司，这是一家业绩在加速增长，但市场已经不愿意为它的未来继续买单的公司。为什么？你可能觉得答案是估值太高，或者芯片周期见顶，但这些都不是核心原因。我直接说，华尔街终于看懂了一件事：英伟达最大的客户正在变成他最大的潜在对手，而英伟达自己刚刚掏了300亿美元，亲手加速了这个过程。这个客户就是 OpenAI。今天这期结束之后，你会理解一件大多数人搞反了的事。英伟达投资 OpenAI， 表面上是强强联合，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计算过的囚徒困境。而你作为投资者，站在这个困境的哪一边，直接决定你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我们从数字开始说起。英伟达刚公布的第4财季，也就是截至今年1月底的那个季度，总收入681亿美元，同比涨了 73%， 其中数据中心业务623亿美元，涨了 75%， 每股收益1块7毛6美元，比去年同期的8毛9翻了将近1倍。全年收入215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65%。 这组数字有多夸张？放在全球半导体行业里，单季度681亿的收入，超过了绝大多数芯片公司一整年的营收。Blackwell 架构的芯片在这个季度贡献了110亿美元，超出了管理层自己的预期。按以前的剧本，这种业绩出来第二天股价就该飞，但市场完全没买账。你看一下走势就明白了。英伟达的股价在去年10月触及52周高点212美元，然后就开始横盘加下跌，到现在170出头，跌幅接近 20%。 财报出来那天，股价不但没涨，还继续跌。这不是财报前的紧张，这是财报后的冷漠。市场在定价一个你在数字里看不到的风险。散户在这个位置特别容易犯一个错误，看到 73% 的增速，看到 Blackwell 供不应求，就觉得这么好的业绩跌了 20%， 肯定是捡便宜的机会，然后冲进去。那你想想，机构是什么时候进的场？不是现在。机构在去年上半年，英伟达股价从100块涨到200块的过程中就已经重仓了，到了去年10月高点附近，聪明钱已经开始减持。英伟达的财报文件显示，高管 Mark Stevens 和 Ajay Puri 都在近期有减持动作。你现在看到 20% 的跌幅，觉得是折扣，但机构看到的是，这个价位已经反映了他们最乐观的假设。接下来的每一份财报，英伟达不是要做得好，而是要做得比市场隐含预期还好。这个门槛每个季度都在抬高，这就是为什么基本面越透明，短线反而越危险。市场早就知道英伟达赚钱了，价格里装的不是过去的业绩，是对未来的预期。当预期被打满之后，利好兑现的那一刻，反而是卖出的那一刻。你可能觉得这个逻辑很抽象，那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。就在这次财报里，英伟达给出了下个季度的收入指引430亿美元，比华尔街共识预期高了将近10亿。按理说这是好消息，但你注意到了吗？分析师的反应不是太好了，而是毛利率怎么还在下滑？管理层自己说了，因为 Blackwell 产能爬坡，上半年毛利率会降到 70%出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你赚了更多的收入，但每块钱的利润变薄了。对于一家市值4万亿的公司来说，市场关心的不是你卖了多少货，而是每卖1块钱你能留下多少。毛利率下滑的信号一出，股价当天就跌了，收入超预期，利润率低于预期。两个消息对冲之后，市场选择了悲观的那个，这就是买预期卖事实的活教材。如果你只看到了 73% 的增速就冲进去，你就是在用后视镜开车。但定价问题还只是其中一层，真正让华尔街睡不着觉的是另一件事。就在财报发布前几天，2月20号前后，一条消息确认了英伟达向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，不是贷款，不是合作框架，是直接拿钱换股权。这是 OpenAI 一轮总额1100亿美元的超级融资的一部分。亚马逊投了500亿，软银投了300亿，英伟达也是300亿。融资完成后 ，OpenAI 的估值冲到了大约8300亿美元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，科技公司互相投资不是常态吗？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背景你必须知道。去年9月，英伟达和 OpenAI 签过一份更大的协议，那份协议的框架是英伟达计划投入最高1000亿美元，条件是 OpenAI 要部署至少10千兆瓦的 AI 数据中心，全部使用英伟达的芯片。那是一份典型的你买我的货，我投你的钱的绑定协议。但这份1000亿美元的协议到了今年1月已经搁浅了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交易被冻结，英伟达自己在财报文件里也承认不能保证双方会签署最终协议。黄仁勋后来在摩根斯丹利的会议上直接说，那份1000亿美元的框架可能不会实现了，因为 OpenAI 准备上市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300亿美元投资不是1000亿计划的一部分，而是它的替代品。英伟达从一个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股权投资者。这个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？
我先给你一个方向判断，英伟达正在做一件看起来聪明，但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事情。他在用300亿美元买一张门票，确保自己不会被最重要的客户甩在身后。黄仁勋自己说了，这笔投资可能是最后一次在 OpenAI 上市之前投它。言下之意是，等 OpenAI 一上市，英伟达就再也没有机会以私募价格拿到这么大的股份了。但这张门票的代价是什么？它失去了一个独立军火商的超然地位。坦白说，摆在英伟达面前的是一道经典的囚徒困境，一条路是继续当军火商，芯片卖给所有人，包括 OpenAI、Anthropic、谷歌、亚马逊，谁来都做生意。好处是收入来源分散，现金流健康；坏处很明确，你养大的客户迟早会反过来。OpenAI 已经在探索自研芯片，亚马逊的 Trainium 芯片年收入已经突破100亿美元，而且 Trainium 2代已经被 Anthropic 用来训练 Claude。谷歌的 TPU 越来越成熟，这些客户现在买你的芯片，但他们每个人都在想，怎么不买你的芯片？另一条路是英伟达现在选的，深度参股最大客户。好处是利益绑定 ，OpenAI 赚钱，你也赚钱。但代价也很明确，你在 AI 竞赛中选边站了，下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出现的时候，他凭什么相信你会公平分配最好的产能？你的中立性消失了，这不是一道送分题。英伟达再压一件事 ，OpenAI 就是 AI 时代的最终赢家，绑定它比保持中立更值。但如果赌错了呢？先记住这个问题，因为接下来的信息会让这个赌局变得更复杂。这里我必须讲一个故事，因为英伟达今天面对的这道题，有一家公司曾经做过几乎一模一样的选择，高通。高通当年是全球手机芯片的绝对霸主，地位跟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一样。它最大的客户是苹果，苹果的每一部 iPhone 里面都装着高通的基带芯片，每年给高通贡献几十亿美元的收入。高通以为这个关系是稳固的，苹果离不开我的芯片，因为没有替代品。然后苹果开始自研芯片了，一开始只是手机处理器，高通没太当回事。后来苹果开始研发自己的基带芯片，直接冲着高通的核心业务来了。高通的反应是什么？打官司，双方闹上了法庭，关系彻底破裂。最终苹果和解后，还是签了几年的芯片供应合同。但每个人都知道，一旦苹果的自研芯片成熟，高通就会被踢出去。你猜结果是什么？苹果在2025年初发布了 iPhone 16E，里面装的是苹果自研的 C1 基带芯片，不再用高通的。这只是开始。苹果计划在2026、2027年把自研芯片推广到所有 iPhone， 高通正在一步步失去最大客户。你看看这个故事和英伟达现在的处境有多像，最大客户不可替代的产品，客户开始自研替代方案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英伟达选择了高通当年没有选的路，直接投资客户，用股权而不是诉讼来绑定关系。但这条路就一定更好吗？高通至少保住了自己军火上的中立性。英伟达投了300亿给 OpenAI 之后，在 Anthropic 和谷歌的眼里，它已经不是一个中立的供应商了。这个历史教训说明一件事：当你的客户大到可以自己做你的产品时，无论你怎么应对，你的议价权都在缩小。区别只是缩小的快还是慢。300亿美元的投资砸下去，影响的远不只是英伟达和 OpenAI 之间的关系。你把视角拉远，整个科技行业的权力格局都在被重新洗牌。先想想微软的处境，微软持有 OpenAI 大约27%的股份，还签了一份价值2500亿美元的 Azure 长期合同。理论上 OpenAI 每多赚1块钱，微软都能分到一杯羹。但现在英伟达带着300亿进来了，亚马逊带着500亿进来了。OpenAI 拿到1100亿的新弹药之后，可以自己建数据中心，可以直接下场做应用，不再完全依赖 Azure。对微软来说，这是一个微妙但危险的信号。它最大的 AI 赌注正在长出自己的腿，而且腿越来越粗，市场已经在反映这件事了。微软的股价从去年秋天555美元的52周高点，跌到了目前的370左右，跌幅超过30%。今年1月底财报之后，微软单日暴跌10%，是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，一天蒸发了3570亿美元市值。最讽刺的是，那份财报本身并不差，收入813亿，涨了17%，每股收益也超预期。但市场盯的不是收入，是支出。微软一个季度的资本开支砸了375亿美元，比华尔街预期还高。投资者的反应是：你花了这么多钱建 AI 基础设施，什么时候能赚回来？这个问题不只是在问微软。纳斯达克100指数从去年10月的高点到现在下跌超过11%，今天刚刚确认进入技术性调整区间。微软跌了30%，多 Meta 跌了将近30%，英伟达跌了20%。这不是某一家公司出了问题，这是整个 AI 基建赛道的叙事在被市场重新审视。投资者在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全球科技巨头今年计划在 AI 上花将近7000亿美元，这笔钱会变成收入，还是会变成沉没成本？如果你持有的不只是英伟达，而是整条 AI 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，芯片设计、封装测试、
数据中心、基建，甚至电力供应商，你都需要重新评估你的持仓逻辑，因为这条链上的风险是联动的。一旦最上游的芯片需求出现松动，传导到中下游不会超过1-2个季度。你看 Core Web 就知道了，这家专门给 AI 公司提供 GPU 云服务的公司，去年跟 OpenAI 签了价值119亿美元的5年合同，今年又追加了超过100亿。它的商业模式完全建立在 AI 公司需要无限算力这个假设上，一旦假设松动，整条链都会受冲击。你可能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这些大公司之间的竞争，但等一下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变量，大多数人还没有认真想过。这个变量如果成真，不是哪一家公司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硬件叙事的根基会被动摇。在大洋彼岸，有一类公司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，不拼硬件规模，拼软件效率。DeepSeek 就是其中的代表，用算法层面的极致优化来对抗硬件壁垒。你可能觉得这不现实，英伟达的 CUDA 生态系统是护城河中的护城河，全世界的开发者都绑在上面，但历史上看起来不可逾越的硬件壁垒被软件层面的范式转移绕过去，这种事发生的频率比你想象的高得多。IBM 在上世纪80年代以为大型机不可替代，每一个重要客户都锁在 IBM 的生态里，然后个人电脑出现了 PC， 不是因为比大型机更强，而是因为它够用了，而且便宜得多。IBM 用了20年才从那场变革中缓过来。英伟达现在压的核心逻辑是 AI 的未来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，而它是算力的垄断供应商。但这个逻辑有一个隐藏的前提，算力需求必须持续爆炸式增长。如果有一天新的架构或者新的训练方法让同样的任务只需要1/10的算力呢？那英伟达花在 OpenAI 身上的300亿美元，连同整个1万亿美元级别的基建叙事都会被釜底抽薪。而且这不完全是假设， AI 行业正在经历一个从训练到推理的重心转移。训练需要暴力堆算力，这是英伟达最擅长的战场，但推理更看重效率和性价比。如果推理成为主战场，英伟达的定价权就会受到挤压。亚马逊和谷歌的自研芯片瞄准的恰恰就是推理市场，英伟达自己也在开发专门的推理芯片来应对，但这等于承认主战场正在转移。坦白说，这不是一个今天就会爆发的风险，但它是悬在英伟达头上的结构性威胁。每过一个季度都会变得更具体，市场给英伟达打折扣，除了当前定价太满，也在为这种可能性留余地。现在我把判断拼完整。开头我说英伟达在做一件防御性的事情，中间我们看到不只是英伟达，整个 AI 基建赛道都在被市场重新定价。走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英伟达的问题不是赚不赚钱，它当然赚钱，而且赚得比任何一家半导体公司都多。问题是它的叙事支撑正在松动，最大的客户在自研芯片，中立性在消失，软件效率的进步在侵蚀硬件需求的增速。7000亿美元的 AI 资本支出周期什么时候会减速，没人知道。面对这家基本面和股价走势完全背离的公司，你的操作必须非常清醒。如果你已经持有英伟达，短线来看，股价从高点跌了将近20%，技术面已经进入弱势区间。纳斯达克100刚进入调整区间，系统性压力还在蔓延。中东局势推高了油价，通胀预期在回升，美联储短期内没有降息的打算。在这个环境下加仓，你不是在抄底，你是在接一把还没落完的刀。短线不建议加仓，中线来看，如果你相信 AI 基建周期还有2到3年的扩张空间，英伟达的基本面确实还在。681亿的季度收入，73%的增速，全年2159亿，这不是一家在衰退的公司。但你必须接受一个事实，这种增速已经被充分定价了。英伟达的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，想从这里翻倍，意味着逼近9万亿，相当于德国和印度的 GDP 之和，市场找不到给你翻倍的理由。中线持有可以，但必须设好止损线。如果股价跌破150美元，也就是从高点回撤超过30%，你要认真考虑减仓。你要紧盯的先行指标是超大规模客户的资本支出指引。下一轮财报继亚马逊、微软、谷歌、Meta 4家的资本支出数值比英伟达自己的财报更重要。如果任何一家开始暗示要放缓 AI 基建支出，英伟达的股价会比你想象的跌得更快。因为市场一直在问的那个问题，这些钱什么时候能赚回来？一旦有人开始回答可能赚不回来，恐慌就来了。如果你没有持仓，我直接说，现在不是建仓的好时机。不是因为英伟达不好，而是因为在宏观调整、地缘冲突、推高油价、AI 叙事重新定价这3重压力下，你有大把时间等一个更好的价格。持有现金不是消极，这叫风险管理。你要等2个信号同时出现：第一，纳斯达克走出调整区间，大盘企稳；第二，英伟达的下一份财报证明 Blackwell 架构全面铺开后，毛利率没有持续下滑。管理层说了，上半年毛利率会降到70%出头，下半年才会回到75%左右。如果下半年的数字兑现了，同时大盘也稳住了，那才是你的进场窗口。在那之前，你在场外看着，比在场内煎熬
知。留给你的问题是，当一家公司开始投资自己的客户，它到底是在巩固护城河，还是在承认护城河正在被填平？我是3元，我们下期见。